我是北宋时期潞州府的一个小吏。最近衙门里沸沸扬扬的传言，你可听说了？说是几位大人带着一众人去潞州城西边一个荒宅里春游，遇到一个鬼，能文能武，很有礼数，还会预知人的祸福。当时去的人几乎都向这鬼问过事儿，颇为灵验。我朋友向我核实真假，他也想去问问前程。事儿的确是真事儿，可是怎么说呢？我感觉，不好说。我拗不过朋友，只得陪着他再去一次。朋友带着备好的酒菜，我领着他从后院进去。那天大人们射箭取乐的靶子还立在那里，靶子正中的红心上有一个深深的凹痕，就是那鬼一箭正中靶心留下的印记。我向朋友努嘴，看。朋友瞪圆了眼，不敢出声，只是挑起了大拇哥。穿过走廊，进入大厅，来到那天大人们吃喝畅饮的地方。我示意朋友，他就在大厅的屏风后面。朋友拿出酒菜，恭敬地摆到托盘里，躬身低头把托盘往屏风里递。果然，托盘被接了过去。我正准备退出大厅，被朋友一把拽住。这时，屏风里传出声音：“我记得你，那天你也在。贺兰先生，您生前死后都是豪杰，在下区区小吏，何足您挂怀？那天就是你问我为何终困于此。”这鬼的记性真好，那天的确是我问的。他说他叫贺兰悟，生于唐大历年间，到昭义向潞州节度使李抱真贡献平定山东的计策，却被小人构陷，落得身首异处，骸骨无存。没想到你记得。是的，鬼有他心通。那天那么多人，包括像你们一样后续来的人，没有一个人真的愿意听我表白冤屈，都是敷衍罢了。他们只想知道自己的祸福得失。我朋友心虚地瞥了我一眼，你想对我说什么？但言无妨，我不会计较。屏风后传来大口喝酒的声音。你朋友的问题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他。他今生与功名无缘，但生活小康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请你说吧。在下知道先生您冤愤难平，无处诉说。可是您从遇难至今已有300余年了吧？是的。这300余年，您因此困在这里，还未看清一个事实吗？屏风后喝酒的声音停下了，请讲。真正明了您冤屈的人，除了您自己，就只有那个构陷您的人了，其余的人只是过客。就像这些天您看到的，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得失。但说无妨。况且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。您生前磊落，虽被人诬陷，但所做事实天地可见，为何死后却……你想说小人常戚戚是吗？我不敢作声。屏风后传来哈哈大笑声。说得好。这时大厅外传来嘈杂声，还有人哐哐砸门。我透过窗缝看到是太守马昭带着士兵来了。我知道马太守最恨谈论鬼神之事，他这是冲着辟谣来了。屏风后的声音说：“你们从后门走，这里我来对付。”听说马太守被他臭骂了一通，还被揭发了不为人知的丑事，吓得仓皇逃走。再后来，我就没有听说过关于那个鬼的事儿了。